美国司法部已调查币安数年。根据《华尔街日报》在最新报道中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美国司法部已经对币安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并表示该交易所和负责人赵长鹏 CZ 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如果币安出事，作为产业龙头，币安若出问题，势必会对整个产业造成冲击。业内人士和观察者表示，如果币安崩溃，其他交易所将填补空缺，但市场在短期内的流动性可能会消失，导致代币价格急剧下跌。另一位机构交易员则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他的公司已经进行了防灾演练，以便崩溃发生时能够迅速撤出在币安交易所内的资产。此外 ，Innovating Capital 的普通合伙人 Anthony Georgiadis 也对此评论道，你根本无法量化币安消失对行业产生的影响，因为它一直在促进大量的创新和增长。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发布的官方公告，原本预计要等到11月才会达到第3次裁决期限的 ARK21 Shares Bitcoin ETF 已被提早延迟。SEC 在公告中写道，委员会认为指定更长的期限来发布批准或不批准拟议规则变更的命令是适当的，以便委员会有充足的时间考虑拟议的规则变更。ARK21 Shares Bitcoin ETF 下一次裁决，也就是最终裁决将会是1月10号。届时 SEC 必须针对批准与否做出决定，而其他包括贝莱德、富达、VanEck 和 Invesco 等知名机构提交的比特币 ETF 申请，目前裁决期限仍维持在10月中旬。国会议员施压，尽管 SEC 已经在2021年批准第一档比特币期货 ETF， 但截至目前为止，该监管机关一直以担心诈欺和市场操纵行为等理由拒绝批准比特币现货 ETF。近日，一群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向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施压，要求该部门批准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交易。国会议员在一封信件中明确指出 SEC 对于比特币现货 ETF 和期货 ETF 的差别对待，并表示 SEC 反对比特币现货 ETF 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金融巨头摩根大通执行长 Jamie Dimon 在印度孟买的摩根大通投资者峰会上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世界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联准会基准利率升至 7% 以及随之而来的停滞性通膨等最坏情况。目前联准会的基准利率为 5.25% 到 5.50%， 但 Jamie Dimon 认为，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利率可能需要进一步上升。Jamie Dimon 进一步补充表示，从 5% 到 7% 的利率变化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将会比从 3% 到 5% 更加严重，而彭博社也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若基准利率攀升至 7%， 将会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产生严重影响，同时也将扑灭联准会官员对于软着陆的希望。目前，经济学家已经将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的概率定在 60%， 但这比彭博经济学家的预测还要乐观。其预测衰退可能今年就会发生。英国银行巨头大通银行 Chase UK 也在一封发给客户的电子邮件中宣布，将从10月16日起禁止英国客户通过金融卡或银行转账进行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支付。大通银行对此次封锁行动解释称，其禁止加密支付是由于诈欺者越来越多地利用加密资产，从人们那里窃取大笔资金。我们致力于帮助客户确保资金安全，但我们发现针对英国消费者的加密货币诈骗数量有所增加，因此我们决定阻止通过大通金融卡购买加密资产，或从大通账户将资金转移到加密网站。当前，在英国找到一家加密友好的银行并非一件易事，因为英国信贷机构此前就曾阻止或限制客户接触加密货币。另一方面，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近日虽然表示，它已经促进了银行与加密企业之间的谈判，但信贷机构仍表示不愿向相关加密行业提供相关服务。英国金融促销法10月生效，另外为了减少加密诈欺事件的发生，英国的监管政策也在持续收紧。